那么今天下午这个视频，我们主要是来聊一聊港股的微创医疗。这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这支票啊，我经过这个分析和这个结构分解，那么目前我个人的一个结论是比较看好这个后期整体的一个反弹上涨空间的。因此，这对于大家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机会。那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整体的一个波浪结构和当前所处这个位置的一个形态。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月线图啊，月线图当中历史的低点出现在2015年的8月份，最低点是 2.63， 高点是出现在21年的6月 72.85， 从 2.63 涨到了 72.85， 整体的走势啊，它其实是一个三波的一个形态。初期啊一直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结构啊，走出了一个引导楔形之后，走出一波回落，然后再次上涨。尤其是这个二次上涨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走势结构非常清晰，走出了一个终结楔形，1、2、3、4、5。那这个三波形态可能是更大级别的它的一个 ABC 浪。那在这个反弹的三波结束之后啊，市场从21年的6月份迎来了中长期的一个回撤调整。截止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回撤调整的幅度是非常的深，低点是出现在 4.46， 同时它整体回撤的时间跨度也是非常的充分。那么目前看来，这一次的调整向下的调整也是出现了一个三波形态 A、B、C。那通过之前的两次波段上涨波段的三波和下跌结构的三波，那整体其实这一只港股它就是处在一个大区间的宽幅震荡当中，只不过当下已经回落到这个区间的相对底部了，所以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上涨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这里我们通过黄金分割找一下它最近的一个反弹目标压力在哪里。首先我们拉取一个整波的黄金分割走势，可以看到这当中有两个位置需要特别关注， 0.236 和 0.382， 压力位分别是21和 30.80， 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压力目标，也算是月线级别的一个压力目标。下来我们再看更小级别的一个压制，更小级别的压制大致是位于最后这一段下跌的 0.382 的位置，价格是在14元港币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以上这三个压力就是后期整体上行或者反弹的一个目标位或者是压力位。当然，以上的目标位，尤其最后两个位置，它上涨它是需要时间的，毕竟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月线图的一个走势。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更小级别周期的一个筑底情况。当前的筑底走势，我们可以看到拉出一根旗杆之后在相对低位走出了一个震荡区间震荡区间。首先是反弹上行的第一波这里我们先定义它是一个 A 浪，之后市场在相对的一个区间内走出了一个三波形态 A、B、C， 当然它可以合并为更大级别的一个 B 浪，也可以说刚才这个三波走势分别走完的是 BA、BB、BC， 这里我们需要借助到趋势线，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向上收敛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这个 B 浪现在有没有走完，不能下一个定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这个 B 浪调整的内部它既可以三波形态完成，同时呢它也可以走出五波的一个三角形形态 D、E。 那么这个形态有可能是在第一个点位是 6.10 是它的一个结束点，或者是通过5次的 A、B、C、D、E 完成这个三角形之后，才会结束这个整体的一个 B 浪。B 浪的第二个结束点在这里。同时我们再借助一下黄金分割，看有没有能达成一个共振的一个支撑位。通过这个黄金分割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了，如果是5次折返，那么后期的再次回落的下方支撑大致是位于7到 6.4 这个区域。所以当下对于这个 B 浪有没有走完，我们还不得而知，所以我们要做两手准备。第一种准备就是在没有突破前高的压制 9.60 之前，
如果再次出现折返，那么我们只能等 7.7 到 6.4 这个区域考虑去做多，做最后这个反弹突破这个 C 浪，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 B 浪已经结束，当前就是处于 C 浪当中，那么我们只能等它站稳，站上这个9.6块之后去考虑做多。因此目前的走势从周线图上来看，当下就是处于这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转折点啊，或者是一个关键节点。至于后期是直接突破上行，还是先回撤再上行，那么我们就要等待市场的验证。但是至少从目前这个区域位置来说，我们有了2种策略，无非是等待后期根据市场行情的真实走势，我们来选择到底是哪一种。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期货、数字货币以及金油。那么今天下午的视频讲解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